钥匙断到锁芯里面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锁，也不管这个钥匙它断的有多深，其实呢，我们用个铁丝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给取出来。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啊！你看这个钥匙断的非常的深，是不是一点也不露头？像这种情况呢，我们用个铁丝就可以了。我们用这个铁丝呢，要选择一个比较细的铁丝，可以从一个这样的，假如呢，就像这样的手机充电器线或者是电源上面都有这样的铁丝，我们可以用个这样的铁丝，就可以1秒钟把它给取出来。我们看啊，把这个绑上面这个小绑丝呢，我们给它先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稍微烤的长一点。我们用这个东西取就行了。烤完以后呢，我们用一个钳子把这个钳头给它修整一下，折叠一下，窝个非常尖的小钩子，用剪刀把它剪掉，就剪成这个样子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塞入到锁孔里面，塞紧，塞到底以后呢，我们这样往外一拔，你来看啊，很轻松的就把这个钥匙拔出来了。你看，速度非常快，是不是？两个硬水管不一样粗，差别特别大，没有对接头，怎么把它接起来呢？有10个水工师傅啊，都有9个人都不会接。我来教你一招啊，很轻松就可以把它们接起来，而且一点也不漏水。我给大家分享这方法呢，首先呢，我们就用一点这个胶皮，用剪刀给它先剪下来2块。我们看啊，用这个呢可以防止水管不漏水。你看啊，我们就这样给它先剪下来1条，一共呢需要剪下来2条。这个操作方法呢非常简单，学会以后啊，以后在接水管的时候就不需要用对接头了。你看啊，剪下来2个之后，然后呢，我们把它套在这个粗水管上面，里面套一个，然后外面套一个。我们把它套上去以后，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一个饮料瓶，把饮料瓶从中间的位置我们给它分开，剪开之后呢，我们只用这边这一节。接下来我们把它先套在水管上面，然后我们用打火机给它加热一下，这样一烤，你看这个瓶子就可以收缩起来了。这边接好了以后啊，它是不会漏水的，因为这里面有个密封条，非常牢固。然后我们再来接这边，这样直接接是不行的，所以说呢，我们还需要用个打火机把另外这一头我们给它再加热一下，热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接这边，一边旋转一边往里面进，到最后呢，在这2边给它绑上铁丝就可以了。怎么样呢？这个接水管方法非常好用，是不是？钻头换了以后就不要再扔掉了。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给它简单的改装一下，它在生活当中还是非常有用的。你看这个钻头前头已经断了，像这种钻头呢，平时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不管是钻木头或者是钻铁的时候根本就钻不了。你看，先钻个木头，打到这个眼的时候它一直跑偏，而且也钻不下去。像这种钻头呢，你如果把它扔掉的话，那就太可惜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改装方法，改装完以后还是非常好用的。先把钻头固定起来，然后横着先把这个尖给它切掉，切一个平整的面。接下来呢，在它的3毫米处横着切一刀，然后呢再竖着把多余的给它切下来。另外一侧也是按照方法先横着切，再竖着切，这样切完以后呢，给它修整一下。改完以后，这个钻头你看一下，前面是有个尖的，它可以起到一个定位的作用。然后呢，我们把它装到钻上面来测试一下，钻木板你来看，这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再也不会跑偏了。钻完以后，你看这个孔也是非常的光滑，怎么样呢？这个钻头给它改装一下，还是非常好用的，是吧？废旧的电池、没电的电池不要再扔了，我们把它塞到水管里面，它居然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生活当中呢非常有用。你来看，我们把它塞到水管之前呢，首先做个对比，看一下把这水管给它需要裁一下，裁多长。我们裁的时候呢，要比这2节电池让它稍微短一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把这个水管给它裁下来之后，然后呢，我们把这2节电池给它放进去。像这种电池呢，一般用的时间长了都没有电了，很多人呢都直接扔了，扔掉的话还是比较可惜的。你看，这样放进去以后，2头让它能露出来一点就行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2条线，先用一条红色的线把它放在这个电池的正极上面。接下来我们用个胶带给它缠一下，然后我们再需要在这个负极上面接一条黑色的线，只需要呢接这2条线就行了。接上去以后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来看，我们用它来修灯非常的方便又好用。你看，只需要把它接在灯柱上就行了。如果灯亮，就说明它是好的；
如果检测的时候呢灯柱不亮，就说明它坏了，我们直接把它抠下来短接起来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要比王表还好用，很多家庭没有王表是吧？今天我才发现，原来把蚊香放到钳子上面把它夹住，还有一个特殊妙用。这个功能啊，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能用得到，也非常好用。你来看，平时我们在使用蚊香的时候，在拆的时候不小心把蚊香给拆坏了，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这样就没有办法支撑使用了。很多人呢都是把这蚊香直接扔掉了，我们呢不要扔掉。其实呢，我们用把钳子把它夹住以后，还可以接着用，不管是这种大牌的，或者是这种非常小的都可以。你来看。具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首先呢需要找一个橡皮筋儿，然后呢我们把它先绑在钳子把手上面。你来看，绑上去以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把这个钳子口我们给它张开，先来测试一下这个大的蚊香。你看啊，这样一松手就可以把这蚊香夹住了，是不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用打火机点燃这边使用就行了。不管是这种大的蚊香，或者是这种小的蚊香都可以用啊。你来看。小蚊香呢，我们放到这个上面也可以轻松把它夹住，这个方法非常实用，是不是？我们在墙上打孔固定膨胀螺丝的时候，如果遇到加气砖或者是空心砖的时候，这个膨胀螺丝啊，不管怎么拧，它都拧不牢固。你看我这个，它就是一个空心砖、空心墙，把螺丝刀放到里边后啊，你看里边是空心的，所以说我们在拧膨胀螺丝的时候啊，前面这节它是正好是在空心的地方，不管怎么拧，前面怎么膨胀，它都没有膨胀到实墙里面。这个螺丝啊是没有办法固定牢固的。那么怎么让这个膨胀螺丝给它固定的非常牢固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膨胀螺丝上面给它切上一刀就可以解决问题。你来看，我们首先把这个膨胀螺丝，先把上面这个螺丝杆给它取下来，然后呢，我们找个尖子钳子把这个膨胀管给它夹住，夹住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用切割机把这儿给它先斜着切一刀。安装起来以后就这个样子的，我们拧这个螺丝的时候啊，它就会变成前头膨胀，你看这样呢是膨胀非常大的，所以啊固定的时候就非常牢固。在这儿呢，我可以用这个木板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这个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空心墙，我们使用的时候把这个螺丝给它塞进去，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拧这个螺丝，越拧它里边就膨胀的越大，然后呢它就越牢固。用这个方法呢，固定一些不是特别重的东西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电钻上面绑上3个钉子，它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这个功能呢非常的好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来看，我们首先往上面绑这个3个螺丝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钉子给它先拿下来，因为这样直接绑的话是绑不牢固的。我们在绑之前，首先呢需要把这个钉子给它简单的改装一下。我们呢就是先把这上面这3个钉子啊，把上面这个帽我们先给它去掉。因为这样是绑不结实的。你来看啊，我们先用个切割机把它给切掉，切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3个钉子给它前头给它先对齐了以后，然后我们还是用这个扎带，我们给它绑起来。这样绑的话，它就比较牢固了。你看，绑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扎带头给它剪掉，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电钻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可以做什么。平时啊，我们如果只有这种小钻头，或者是没有钻头的时候，想要在木板上面或者是这种塑料板上面打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你看，打孔速度非常快，你看啊，一下就打透了，是不是？塑料外壳坏了以后，我们用个膨胀螺丝就可以快速的给它修复好。用这个方法呢，简单又好用，而且呢，用它修复好以后啊，比用胶水粘的还要牢固。你看我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坏了，用胶水粘完以后呢，很不牢固，一弄就又开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个膨胀螺丝就行了。这个方法呢，要比胶水粘的还要牢固。你看，我们首先就是先把这个膨胀螺丝我们给它拆出来，我们呢主要就用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再需要一个这样的定数钉，把它放在裂缝上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家里如果有电烙铁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烙铁头给它先拆下来。如果没有电烙铁的，我们也可以用第2种方法，其实没有电烙铁也可以用。首先呢，给大家先分享这个，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没有电烙铁也可以使用的方法。首先我们把这个螺丝给它先拧牢固了，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电烙铁往上面按压修复就行了。如果没有电烙铁的，其实我们把这个螺丝钉放在火上给它烤一烤也行，融化之后呢，把这个钉子给它融化进去，这样修复好以后非常的牢固结实。
注意看，真是高手在民间。没电的废旧干电池不要扔，用它就可以制作出一台迷你电焊机，不需要用焊条就能焊接。把电池固定在台前上，先横着用锯把正极切下来，然后再竖着切一下，这样就可以把电池外壳分开。去掉外壳后，把里面的碳棒拆出来，再用卫生纸把碳棒清理干净，然后塞到电钻上夹紧，再用250木砂纸这样打磨一下，把前头打磨出一个小尖就可以了。然后再用一个大夹子把它夹牢固了，这样就做成了一个焊把。紧接着把焊把上的连接线接一个红色夹子夹在电瓶的正极上，黑色的夹子夹在负极上，就这么简单，一台电焊机就做好了。来看看它的效果吧。焊接时不需要用焊条，直接往需要焊接的物体上轻轻点一下就能焊接，2根铜丝立马就融化在一起了，焊接效果非常好，也非常牢固。然后再套上热缩管，用吹风机吹一下，2条线就焊接好了。家里有这种老旧的万能充，千万不要扔。其实我们在上面给它绑上2块磁铁，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看完以后啊你就不舍得扔了。其实它重点呢有2个非常好用的功能，你来看。首先呢我们需要2条线，然后呢把它绑上。在这儿呢我可以用这个给大家来演示啊。我们在这边接一条红色的线，然后在另外一个夹子上面接一个白色的线，然后我们分别在这2个上面呢把磁铁给它绑上。如果家里啊有这种小点的磁铁，使用更方便一些。我在这儿呢可以接2个小磁铁，这小磁铁呢可以从 LED 灯上面拆2个磁铁也可以。这2个磁铁接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功能啊。首先我们使用的时候把它先插在插排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插上以后，我们用它可以具体做什么呢？像平时啊家里的这种18650的锂电池没有充电器了，或者是电池饿死了充不上电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给它激活修复充电。你来看啊，我们只需要把它吸上就行，直接吸上就可以充电了，它是不用区分正负极的。你看啊，我们把这2条线给它在颠倒下位置，你来看它也可以充电，你看也是可以充电的，是吧？不用区分正负极，使用的时候非常方便，这是第一个用处。第二个用处呢，就是应付电池没电了后呢，也可以应急给它充电，只需要充个10秒钟就可以给它充满电了。怎么样呢？这个老旧万能充它的功能非常实用，是不是？原来用一个小小的铁垫就可以把2个一样粗的硬水管给它接一起，没有对接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又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这2个水管呢没有水头，我们在接的时候啊，首先需要用个打火机给这个水管这一头，我们给它加下热，给它先烤一下，一边旋转一边烤。我们给它先加热，把这个管头啊先给它加热，让它先软化了以后，我们看加完热以后，现在已经软了。然后我们把这个铁垫放到这个里面，给它先扩一个口。你看铁垫放进去以后，这样不停的转，给它转完了以后，然后呢一个喇叭口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水管这一头给它塞进去，你看塞进去了以后，然后呢到最后啊，我们可以给它绑上一个铁丝，或者是给它绑一个轮毂都行。你看我们这样给它绑上去以后啊，是非常的牢固的，不需要用对接头，也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水管给它接起来。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实用。注意看，这种接线方法是错误的，接不紧，轻轻啊一扯就开了，容易蓄接发热，很危险。那么正确的接线方法该如何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要拨的稍微长一些，这个呢拨的还是有点短，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具体是怎么接啊。首先我们找一个1字的螺丝刀，然后把这个主线给它先分开一截，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细线给它从这个孔里面穿过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线给它分成2半，然后一部分呢我们给它弄到左侧来，另外一部分弄到右侧来，弄过来以后，然后呢我们再来缠右侧这个逆时针，把它紧密的缠绕在主线上面，然后左侧这边呢是顺时针，给它紧密的缠绕在左侧上面。你看这样接好的线，不管怎么扯怎么拉，它都不会蓄接发热。然后呢我们给它再缠上电工胶带，如果有热缩管的朋友啊，用上热缩管效果会更好。你看我们这样给它缠上了以后，无论你怎么扯怎么弄，它也不会断，非常牢固。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扎带上面还有个小开关，用手按住它以后轻轻一拉就开了。所以在遇到这种扎带
我们不需要用剪刀把它给剪断了。如果把它剪断以后呢，那就不能接着再用了，就报废了这个。那么用这个方法呢，给它拆开以后啊，它还可以接着再用。这个方法呢非常简单啊，不需要用专业的工具，只要用手按住它以后呢，轻轻一拉就行了。这个方法呢操作的时候非常的简单，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来看这个扎带呢，扎的非常的结实，你看。然后我们给它拆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把上面这一节给它掰下去，你看这样给它掰下去以后，中间这个位置有个小舌头，它是一个锁止的，我们把指甲把它插入到里面后，这样往下一按，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轻轻一拉，这个扎带就开了，非常方便，是不是？这个扎带呢也不影响下次使用，你看我们把它再弄上以后也是非常牢固的，一点也不影响二次使用。这个扎带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非常简单，只需要把指甲插入以后往下边一按，我们轻轻一拉就开了。注意看，这是错误的接线方法，这样接的线容易脱落，而且还容易虚接发热。现在很多新手朋友都是这样接线的，直接把线插到接线孔里面，就开始拧紧螺丝，然后就直接把盖子拧起来了。这样接好的线不受力，轻轻一拽就开，而且也非常不安全。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老电工师傅的正确接线方法，他是把2根线穿进盖子以后，先是把这条红色线这样窝一个圈，然后再把蓝色的线搭在红线上面，从这个圈里穿过来，然后再拽一下线头，就打了一个结。这个结就是我们所说的电工结，它是一个活结，不会有死扣，也不会短路，不管你怎么拽，这个线都不会脱落，因为它的受力点是在这个结上，而不是在接线柱上。最重要的接线关键点就是把这条红色的火线接在灯头中间的接线柱上，蓝色的零线接在灯口外螺纹的接线柱上。这样接的好处就是拧灯泡的时候，因为外圈是零线，即使不小心手触碰到了灯口，也不会有触电的危险。另一个好处就是灯不会有鬼火，就是晚上关了灯以后，灯上不会有微亮的灯光。这种接线方法真的太实用了。拆解一块18650锂电池，看一下这个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先把电池放完电以后，然后先拆电池的外皮，接下来用个锯条把电池的正极给它切割下来，切一圈之后，然后呢用把钳子就可以把这个正极给它掰下来。掰下来之后呢，这个里面还有个绝缘片，然后呢正极上面连接着一条线，把绝缘片给它抠掉以后，然后这个里面内部结构呢就这样一圈一圈的，非常的紧密，这样直接拔是拔不出来的。那么我们把这个电池的负极再用锯条给它锯一圈，把负极我们再给它拆掉，看一下能不能把电池芯给它拿下来。拆开来以后，这个负极上面呢是有2条线，中间一条，边上一条，我们给它剪掉以后，找个东西捅一下，还是捅不出来，那么就只能从中间我们给它劈开了。因为这个电池已经给它放完电了，也可以用切割机从中间给它切割一下，这样速度更快。拆开以后，这个内部呢就是一层黄色的，好像是铜箔一样的东西，然后一层铜箔，一层塑料纸，中间夹杂的是这种黑色的东西，都掉下来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材质啊？有知道的朋友啊，可以在评论区说出来，我们共同学习讨论一下。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在铁罐上面给它绑上一条硬铜线，它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妙用。邻居们看到以后啊，都抢着用，每个家庭呢都能用得到。不管是这种茶叶罐或者奶粉罐，只要是这种铁的都可以用。你来看，我们首先呢就先把这个盖子给它打开，然后呢用记号笔在上面画几个点，画完之后呢，我们用电钻给它打出孔来。如果没有电钻，可以用钉子给它钉出孔也是可以的。打出孔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硬铜线给它先拨出线头，我们呢主要就用里边这个铜丝。接下来我们把它绑在盖子上面，然后我们在这个铁罐侧面打出3个孔来。接下来呢，我们找一个饮料瓶，把上面剪掉，用柔韧胶把它粘在这个口上面，然后在铜线上面给它挂上一个蚊香，点着以后呢，我们把它放在里面。你来看，这个里面空间是比较大的，1年也不用倒蚊香灰了。侧面是一个进风口，我们把它打开来以后，你看一下这个烟非常的大，这样呢在熏蚊子的时候就非常的好用。吹电风扇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风把香灰给吹跑了，这样使用起来非常的干净又卫生。在螺丝刀上面给它绑上一个硬线，通上电以后，它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这个功能呢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你看，我们把这个硬线呢就这样一圈一圈的紧密的缠绕在螺丝刀上面，你看大概缠个5、6圈、6、7圈就行。缠完以后，接下来我们把这2条线给它先拨出线头，拨完线头以后，我们来看，平时啊，你看啊，我们在拧螺丝的时候啊，因为这螺丝刀用时间久了以后就没有磁性了，你看一点磁性没有了，使用的时候非常的不好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加磁，
只需要用一只电池就可以了，平时用的5号电池、7号电池都可以用。给它加磁的时候呢，非常简单，电池的正极给它接在上面这边，然后负极接下面，正负极一定要弄对，接错了以后是不行的。这样给它接上以后，5秒钟之后，然后我们给它断开，再过个5秒钟以后，接着再来给它通上电，这样呢就可以快速的给螺丝刀前头给它加磁。加完磁以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你来看，刚才是一点磁性没有了，现在呢立马就有磁性了，是不是？这个方法非常好用，把它分享给你啊。传形开关上面的3条线一定要注意，不能接错了。如果接错以后呢，就会出现短路，这样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上面是有3个接线端子，它有零线也有火线。当你接错以后呢，就会零线和火线直接短路，所以说是比较危险的。它不像这种2个角的开关可以随意接，像这种3个角的开关，我们在接的时候啊，先看一下上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这个黄颜色的它是接零线的，这黄颜色呢，它也是上面的指灯上面的线。然后其他的这2条线呢，最左侧的这个是接火线的，它是火线的输入电，然后中间的是接负载的，也就是说它是接用电设备的。在这儿呢，我有一个拆开的，让大家来看一下，就更加的直观了。你来看，这个黄色的是接里边的指示灯这一条线，中间的角呢是接负载的，它也是接指示灯上面的线，而这个呢是输入电。我们把开关打开后，你来看上面的触点，打开以后触点就闭合了，中间的负载它就有电了。同时呢，指灯也有电，它也就亮了。如果我们在前面这2个角在接线的时候接了一个零一个火，那么我们把开关打开后，是不是就灵活短路了？这样的是比较危险的。在绳子上面绑上一个螺丝，它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也非常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来看，我们把这绳子呢这样给它绑在螺母的这个根部这一块，然后呢开始往上面绑。绑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螺丝我们给它绑牢固了。你看，这样绑一圈之后，接下来再来打个结，打完结以后，接下来我们看用它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把它先放在这个塑料管里面，然后呢，我们找块磁铁，这样就可以把它吸住了。平时我们在给这个塑料管穿电线的时候，因为比较长，这个管穿不过去线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这样一拉，这个绳子就过来了。不管是穿硬电线还是穿软电线，都可以用这种方法，也不管这个管是弯的还是直的，都可以把这个线给它穿过来。你来看，我们这样拉过来以后，你看就可以把绳子给带出来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轻轻的拽这个绳子就行了。你看拽的时候，这样呢就可以把里边的电线给它拉出来。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是不是？充电器插头不一样，插不上，不能充电怎么办呢？原来的坏了，我又找了一个，但是插头和以前的不一样，怎么插都插不上去。今天教你一招，用一个这样的塑料膨胀管就可以解决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啊。其实呢非常的简单，你来看，我们把这个膨胀管，首先呢把前面这一节用剪刀给它先剪掉，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找一条细的电线，然后把这个线呢我们给它从这个膨胀管从这边给它插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电线这头呢给它窝一下，然后呢给它塞到膨胀管里面。就这样塞完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另外一条电线，把它先折一下，折完以后，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先把这条线给它塞入到这个插孔里面，然后我们把这个膨胀管再给它塞进去。你看这样塞进去以后，一个插头就制作好了。把这头再接好以后，这个光帽呢就可以使用了。你来看，非常简单又好用啊！这个方法把它分享给你，用一个膨胀螺丝就可以把2个水管给它接在一起，接好以后非常的牢固，不管这水压再大，它也不会撑开，它也不会漏水。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来看，这2个软水管都是一样粗的，这样直接接的话肯定是没办法接的。那么我们在接的时候就可以找个这样的膨胀螺丝，我们用这个螺丝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螺丝给它先拆开，拆开来以后呢，我们主要就用螺丝上面这个套管，我们来测试一下。你来看，这个套管放进去以后是正好合适的，然后呢，把这一节也塞进去，这样直接塞进去的话，肯定是不牢固的啊。这个时候最关键的一步骤呢，就是我们绑铁丝，绑的时候呢是有要求的。你来看，把铁丝这样从中间给它折一下，折过来以后是一边长一边短，是这样的，一侧长一侧短。我们这样再来接的时候，你来看啊，先把铁丝这样交叉过来了以后，然后把这个长的这边呢
不要剪断，给它转一圈，再转过来。然后接下来我们用钳子给它拧起来，把这边给它拧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来拧另外一侧。这个方法常用的铁丝，它是两侧同时受力，同时收缩，所以说这样拧好的铁丝是最紧的，不管压力再大呢，它都不会漏水，非常的牢固。维修师傅从来都不会跟你说，在电饭锅里面放上一把锤子，它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妙用。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这个功能呢，也非常的实用。你来看啊，我们把这个锤子啊，首先就这样给它先放到锅里面，然后呢让这个锤子头啊压住中间的这个瓷缸，你看这样给它压好了以后，然后我们打开上面的一个开关，这个时候呢上面这个发热盘立马它就热了。我们用这个功能可以做什么呢？你看啊，平时像家里的 LED 灯坏了以后呢，我们用这个就可以快速的来修灯。比如就这个啊，把这个灯板给它拆下来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发热盘上面，然后用个螺丝刀给它先按住它不要动，这样呢就变成了一个加热台。修东西啊非常方便，不管是这种灯珠或者是这种贴片的元件，都可以快速的把它给取下来，速度呢非常的快。你看，不管是上面的电容还是上面的小灯珠，都可以快速的把它给取下来。你看，不管是取下来还是安装，都非常的快。怎么样呢？这方法非常实用，是不是？今天我才发现，原来用个空钥壳就可以开锁。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很多人呢都不知道。我们看啊，平时我们在家里开锁的时候都是需要用到这个钥匙，是吧？如果家里的钥匙比较少，人口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啊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应急，非常的好用。我们看啊，首先呢我们用这个空钥壳的时候呢，把这个钥匙先把它放在这个钥壳的背面，然后呢我们用个钳子把它夹住，下边这样呢一定要记得给它对齐，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圆珠笔给它先画出来个钥匙的形状。接下来我们用个剪刀顺着上面划这个印儿，我们给它剪出来这个形状。如果剪刀不好剪，其实啊用个刀片给它修整一下也行，就是这么简单，一把临时钥匙就制作好了。我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到底啊有多好用。你来看，我们把它插入到锁里面以后，因为这个东西是软的，所以说我们用个螺丝刀插进去以后一拧，你看立马就打开了，是不是非常的好用，是吧？家里钥匙不够用的，可以用这个方法应急使用，还是很不错的。注意看，真是高手在民间。画面中的小哥用啤酒瓶盖做了2个非常有创意的发明。第一个发明就是先在瓶盖中心的位置上用笔做一个标记，然后用电钻钻一个孔，再找来一根长螺丝，先穿到瓶盖上，在螺丝上放一个平垫，再放一个弹簧垫，然后又找来一个螺母拧上，把它拧紧了以后，紧接着立刻马上把它加到电钻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开孔器。可不要小看了它，平时在塑料管上或 PVC 板上开孔时，没有开孔器就可以用它，开孔速度又快又好用，真的是太有创意了。再来看看用瓶盖的第2个发明，先把瓶盖上的螺母拧松，再把螺丝拆下来，再用钳子把瓶盖边缘给它掰平整一些，然后再用锤子反复敲打瓶盖中间，彻底敲平以后，再把刚才的那个长螺丝穿上，再放上垫片，然后再拧紧螺母，紧接着立刻马上把它放到电钻上夹紧，就是一个迷你切割机。无论是切割一些小物品，还是狭小空间切割 PVC 管，速度都是非常的快，真是有创意的发明啊。油漆或者是墨汁不小心弄到桌面上了，那怎么给它清理干净呢？有很多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啊，都比较头疼。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又好用的方法，让你啊很轻松一擦就可以给它擦得非常的干净。很多人啊遇到这种情况呢，都是先用个东西这样直接往上面来擦，不能这样直接来擦，因为这样直接来擦的话，这个墨汁或者油漆啊，它的附着力非常强，这样不停的擦呢，它也不会擦下来，只能越擦这一块面积越大，根本把它擦不干净。那怎么办呢？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可以找个这样的泡沫，然后呢在上面倒点酒精，这个酒精可以分解油漆，也可以分解任何颜料。你看擦了没有几下，上面的油漆几乎就看不到了，是不是？不管你怎么擦，这个泡沫比较软和，它也不会损伤我们的桌面，也不会划伤桌面，非常好用，是不是？到最后呢，我们用个毛巾再来擦一下，你看擦完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桌面上没有任何划伤，而且呢也非常的干净。这个方法非常好用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喇叭，中间这个防尘罩不小心把它按下去了，给大家分享2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很轻松就可以让中间的防尘帽让它恢复原样。这方法呢非常简单啊，这2个方法，不管这个防尘罩是这种塑料的或者是这种纸质的，都可以用这方法。先来分享第一种我们先来弄这个
塑料的这个，我们第一种方法可以用这个胶带，你看啊，把这胶带我们把它粘上，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把这个防尘罩给它拉出来，你看啊，这样把它粘上了以后，然后我们轻轻的只要一拉这个胶带就行了，你看这样一拉，哎，你看啊，立马就出来了，是不是和原来一模一样？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还是用这个胶带来试一下，看一下行不行。如果这种纸质的拉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用第二种方法，还是把它先粘到上面以后，然后我们往外拉，测试一下。你看啊，轻轻的一拉也是没问题的，你看很轻松的把它拉出来了。如果拉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个针把它扎入到里边以后，轻轻的一挑就可以把它挑出来，非常实用这两方法把它分享给你。